嘿，我的小伙伴，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大家可能听说过多动症，全称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那么听说过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吗？对多动症又了解多少呢？多动症是一种以注意力不集中和冲动为特征的行为综合症状。多动症是统称，分为3种不同类型：过动症、注意力缺陷症或混合型多动症。这些单独的术语是指症状如何表现出来的。然而，当大多数人想到多动症时，只会想象一个极度活跃的学生在教室里跑来跑去，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注意力缺陷型多动障碍可能表现为学生盯着窗户或无意中忽略面前的作业。多动症是一个用来描述一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术语，症状是注意力不集中、分散或工作记忆差。为了帮助大家更多地了解那些很少被提及的多动症症状，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的5个迹象。1. 经常做白日梦或容易分心。总是分心吗？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是多动症的典型症状，但一提到患有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的人，就认为他们不会有不活动的时刻，是对他们的污名化，也是不正确的。与之相反，不活动也是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的一个主要症状，有时可能被误解为气定神闲。这种不能集中注意力是患者无法控制的，但通常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连带症状。如果是在做作业，这种总是做白日梦或分心的倾向可能会带来问题。在课堂上，患有多动症的孩子可能很难长时间集中精力在一项活动上，或者当别人跟他说话时，他可能无法集中注意力听人家跟他说了什么。在成年人身上，这种迹象也可以以同样的症状表现出来。2. 很快就厌倦了。总是感到无聊吗？无聊本身并不是神经行为障碍的迹象，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意味着大脑需要更多的精神刺激。然而，如果患上了多动症，频繁出现的无聊会使维持脑力活动变得困难，过度刺激的环境或活动都可能会产生无聊的感觉，因为持续的一连串刺激会让大脑感到不知所措，因此作为一种反应，大脑就会停止工作或感到无聊。3. 不留意或粗心大意。是不是很难集中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另一个症状是倾向于忽视细节，因此会犯粗心的错误，比如提交文件或发送电子邮件之前没有好好校对，这最终会影响工作效率或质量，进而导致别人认为患者对自己的任务不认真。对儿童来说，这种症状可能在考试期间对他们影响最大，因为他们可能会不小心跳过测试的整个部分。如果一直在与这种症状做斗争，可能想试着告诉自己慢下来，这可能会让患者感觉不舒服，因为大脑想要跳到下一件事情上，这时就要试着挑战自己，在手头的事情上多花一点时间。4. 忘记了日常琐事。总是因为不做家务而被责骂吗？患有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的大脑经常会感觉每分钟要跑1000英里，最终这必然会导致忘记一些事情。不幸的是，这种健忘在学校或工作时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挣扎，因为患者可能会忘记完成作业或交作业，这可能会导致别人给患者的行为贴上懒惰的标签，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懒惰。如果这是经常纠结的事情，可能需要和自己信任的朋友或上司谈谈，让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找个心理医生聊聊也会有帮助，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制定一个更容易记住家务和任务的计划。最后，5. 回避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的最后一个症状是倾向于回避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由于许多多动症患者难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所以许多人会逃避需要大量注意力的任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想一概而论，说这适用于所有多动症患者。此外，即使它确实适用于某位患者，他还是会有自己想做和渴望做什么事的愿望，那么他可能需要很多专注，最终症状也会消失。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把大任务分解成更小更可行的任务。为了帮助自己完成家务，可以尝试想出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比如可以请朋友或家人给自己发短信，提醒有任务要完成。
如果需要更多的帮助或指导，也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吗？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一定要点赞，并与那些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